今天呢会用到雕花胶，然后雕花胶我们的特性呢是不粘手的啊，不粘手。然后呢是硬式的这种才可以雕我们的3D 立体雕花。那露露老师今天呢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款啊，我们会用到这个款。如果我们用的雕花胶它又粘手，然后有一点发软的，只能做2D 雕花。什么意思？就是平面的雕花。好了，那我们在雕花的时候需要用的工具是什么呢？工具，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取胶棒，我是愿意用这几样啊。然后这个呢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刀感觉的，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压花瓣的，所以我叫它大刀神器。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啊，这个是一个小刀的，然后也是这边可以去取花瓣的，我叫它小刀神器。当然这个地方你们有硅胶棒也可以用硅胶棒啊，用硅胶棒也好，然后还有就是榉木棒，对吧？榉木棒，然后这些呢都可以作为一个我们雕花工具的使用。然后我还会用到一个什么材料呢？就是清水、纸巾。如果你买的雕花胶是这种硬式一点的话，然后就是用清水纸巾去隔离。好了，然后接下来注意点，因为今天呢咱们主要是以实操为主，所以说我先把雕花的一些注意点给大家说清楚。第一个，我们尽量的呢是要用擦洗封层，在擦洗封层上面去操作。擦洗封层做雕花的时候呢是不需要有任何别的处理，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因为款式的需要，我们需要用磨砂封层怎么办呢？磨砂封层啊，因为如果要是磨砂封层的话，你的雕花胶是粘合不在你的指甲上的，明白吗？那怎么办？我们可用透明雕花胶，蹭一点啊，蹭一点。一会儿我会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进行演示。放于甲面。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注意点啊，注意点。第3个注意点是什么？我们是有清水和纸巾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在压花瓣以后啊，清水压完花瓣以后，清水一定是要用纸巾吸附花瓣上的水啊。一会儿我会操作的时候啊，我一样接着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么今天呢，露露老师先以玫瑰花啊，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花型是玫瑰花，我先以玫瑰花来作为我们讲解的主要内容，因为在平常的过程当中啊，做花卉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一个花卉，一个蝴蝶结，这些在平常的日子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今天呢会以玫瑰花来进行一个演示。好了，然后我们用透白色给它打个底。我们先来做款式，是不是？那我的款式应该怎么去搭配？那么今天露露老师呢会先用透白色给大家打个底，然后连同玫瑰花的一个手法，加上我们的这个怎么去打板搭配，都会教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照灯，浅浅的一层啊。接下来我们来照灯固化。好，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这款雕花胶。我们的这款雕花胶呢是有这么多的颜色，是吧？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胶与胶之间是可以进行调色的。然后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了啊，在这儿写吧，调色啊，调色。通常呢，我们会先调出一个灰色来，那么就是多白少灰，多白少黑，调出一个单灰色来，然后再去进行一个调胶，然后就是揉搓就好了啊。雕花胶因为不粘手，你揉搓就好了。主要是我们先调出一个灰色来。好，接下来我们来上2层颜色。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出来，然后陆老师看到了会给大家进行解答。好，我们接下来上2层。2层的颜色呢要比1层的颜色厚实一些，对吧？然后我们把它刷匀，刷匀之后呢，我们去照灯。接下来我会做一个蓝色的玫瑰花来给大家看一下。准备我们的调色盘，我们在做这个花的时候啊，我们再去做雕花的时候，前期准备工作是洗手
啊，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前期准备。第一个洗手，2护手霜，3清洁工具。我们第一步啊是要洗手，把我们的小手全部洗干净。第二个，我们擦护手霜。擦护手霜的目的呢是不要让我们的雕花胶有所粘连，因为我们在去调胶的时候，可能胶会发软啊，会有一个醒胶的状态。所以说我们涂上护手霜，像 QQ 胶啊这一类的涂上护手霜，它是不容易粘手的。第三个就是清洁工具啊，清洁工具夏天还好一些。现在是冬天，冬天很多的宝宝穿毛衣，是不是穿毛衣的话就会有毛纤维？那么呢，我们把所有的工具清洁完成以后，我们再去用我们的雕花胶，因为你像白色的雕花胶，它一沾小毛就容易看得见，是吧？那颜色深一点的还好一些啊，但是颜色白的它是容易看得见的。好了，我取了一坨白色雕花胶，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取一个黑色雕花胶。一点点就行，大约就是它的1/2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去进行一个调胶。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样我们的蓝色，因为今天陆老师是用到了蓝色雕花胶，所以呢，我下面的这一步呢是取一个深蓝啊。然后这个深蓝色我们可以给它分，因为我这个呢是想做这种层次啊，层次渐变效果。所以说我们这一块呢给它做花心，这一块呢我们给它分出来。分出来以后怎么办？我们去调一点白色雕花胶。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一个浅蓝的状态。好了，我们来先和这一块啊。我们如果要是说你觉得它有一点点不太好压，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先揉捏一下，因为揉捏一下它会自行有一点点的变软。好了，我们接下来给它进行一个调试啊，来进行一个调焦。然后看到了没有？本来它的颜色是很深的一个蓝色，如果这个蓝色单纯的放在手上的话啊，会有点显黑，对吧？那么我们把它的颜色给它中和一下，给它调的呢稍微的淡一些。好了，我们边调边揉啊，边调边揉，就像和面一样的，是不是？好，你看现在有明显的感觉是这个颜色呢会比上面的这个颜色发白，对吧？发浅。好了，我们这一块雕花胶调好了之后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我们来调这个灰色。为什么要调灰色？因为呢，我们调上灰色以后，我们是需要做花瓣的层次感的。这样调出来以后呢，它会更好看一些啊。我们先去调颜色，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看，好吧？我们先把这个灰色给调出来啊。也是，如果你用你的这个取胶棒感觉不太好调啊，不太好调，你就先用手去揉捏一下，用手的温度让它稍微的软化一点，然后我们再去用。好，这个啊，我的这个灰色已经调出来了，它是这种状态，看到了没有？这个灰色啊，调完了以后，我又觉得我的这个蓝还稍微的有一点深，因为它俩之间的这个色差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用白色的雕花胶去给它作为调和使用。再加上一点白，所以说雕花胶里面白色用的是最多的啊。同样的操作手法，这个灰色我一会儿再把这个蓝色给大家调一调，你就会觉得很好看。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那种马卡龙色或者是莫兰迪色，就是有一点点发灰的感觉的那种颜色的话，我们都可以用灰色去进行调试。然后在这里就是如果你想让它的颜色变深，那么你就调颜色变暗变深啊，你就可以调我们的黑色。颜色啊，来这儿写一下调色。如果是暗状态的话，就是用你的本来颜色，原本的颜色啊去加黑。如果你想让它提亮，那么你就用原色啊，原色加白啊，然后这个就是调色的一个步骤，好吧？来，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啊，把它揉捏起来。为什么这个地方用10这么多呢？是因为它的颜色不匀，所以说我们要让它匀一点。好了，我们灰色已经调好啊，第一个颜色。第二个颜色，然后第4个颜色，那么中间的颜色怎么调？我们是灰色加蓝色去给它调一个中间色，然后这一个玫瑰花是一个叠加效果的玫瑰花，所以说呢，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着分出层次来的，好吧？好，我们再去揉捏一下它啊，揉捏一下它，让它的颜色充分融合。好，来看一下这一次调的颜色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蓝色是不是就有点发灰了？但是呢，这个颜色还不是我想要的，那么就再加一点蓝色，好吧？再加一点蓝色。好，这个颜色呢，就是我想要的那个颜色了啊，就是有一点点发灰发蓝的一个颜色。有看到过我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花朵吗？就是我之前在快手上有发过这个其中一个带着这个颜色的蓝色小花花，对吧？但是当时我们的这个小花是没有把它放到作品上面的。好了，好，这个蓝色调出来了之后，这个颜色是不是和它稍微的明显对比了？那么没有关系，我们再去加一点点的灰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蓝色多灰色少，这个里面呢是灰色多蓝色少。我们先去把颜色给它调出来啊，这个颜色呢就好看一些，不那么发亮，不显土啊，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就洋气。
如果你的顾客想要做这个款的时候，想要做这种颜色的雕花的时候，配好了你这个款，其实你是在做版的时候就可以多调一点这种颜色，放到你的这个小盒子里面然后后期的再使用。好啦，你看现在的这个颜色就明显的要比之前的那几个颜色暗了一度，是不是？然后有一点点这种莫兰迪的效果，但是呢不是特别的亮，也感觉不是特别的土，对吧？好了，接下来因为我们在调焦的过程当中它是会醒焦的，醒焦了呢它就会变软，所以说我们先放置它一会儿，把我们的工具清洁出来，清洁出来了以后，我们再去取白色，白色是干嘛用的？白色是做花心的。好吧，然后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朵玫瑰花呢，就是4个1、2、3、4、5个颜色。好，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调完颜色了以后，我放到旁边然后我们接下来来准备出我们的这个底色来，然后配着一点英文字母去给它操作然后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是不是？大家都会操作，擦去浮胶或者是加固底胶隔离以后擦去浮胶，然后随意的给它贴几个小的贴纸去做以装饰然后今天露露老师呢给大家操作磨砂封层，因为这个亮封我们的擦洗封层就是你擦去浮胶之后做雕液就行了。那么难的呢是难在我们的这个磨砂封层，我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我的花才能贴合于我的甲面，让它那么的结实，让它呢不会掉下来，是不是？然后让它能在手指甲上保持1个多月，而且又好看又洋气。那么今天呢，我会就用这个磨砂封层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演示。我们再去取这个的时候，我们稍微打一个呼，然后再去取就好取了。好，那么我整体上完了以后上完了以后，我去按压平整，把所有的气泡全部赶出，在这里把所有的气泡全部给它赶出。赶出以后呢，我们来给它上一层我们的加固胶。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加固就是可以让它稀一点，把所有的这个贴纸给它包裹住就可以了，不要让它有任何的凸起。好，我们薄涂一层加固之后去照灯固化。接下来我们准备磨砂封层。然后就是在这里了磨砂封层用透明的雕花胶蹭一点放于甲面。然后有的宝宝会说，老师我没有这个透明的雕花胶，那么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 QQ 软胶，或者是我们小车里面的这个软糖胶来进行使用。软糖胶接下来我会教给大家软糖胶怎么用呢？然后我们涂上磨砂封层。这一个花是在雕花的课程里面算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了玫瑰花是在所有的雕花里面最有难度的一朵小花，但是玫瑰花你雕好了呢，别的你就迎刃而解，啥也会了好，哎呀，拧不开了，拧不开，我这个拧不开，拧不开。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到我们的取胶棒，去取一点我们的 QQ 软胶，一点就行然后这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怎么去用呢？我们把这个磨砂封层照灯1分钟，一定是照灯1分钟，然后拿出来，表面是磨砂质感的，磨砂质感我们的花瓣是不容易贴合的，所以说在这里，比如说我的玫瑰花是要放到这个位置我的玫瑰花是要放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QQ 软胶或者是软糖胶或者是透明的雕花胶都行，这个是重点宝贝们，这个是重点。磨砂封层这个是重点，然后去刮上这么一点去刮上这么一点。好，刮完了以后，我们不照灯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我们的小花瓣，然后在这里呢，我会用到了清水清水，然后纸巾我放到旁边。然后我们的雕花笔是干什么的？雕花笔是压花瓣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刀神器或者是小刀神器。然后我们先去取瓣，我们取万事从球开始，我们先去取完我们的小花瓣以后我们的雕花胶以后，我们先来给它揉一个球球先来给它揉个球。应该我是取第2坨，因为我这个做的是另外一样的。好，我们这个就远离光源了宝子们，我们就远离光源了。我们先去取一个小球，好啦，取完小球以后，我们用雕花笔去蘸取清水，去压这个瓣，去压这个瓣。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花瓣呢就压出来了啊，这种扁扁的感觉就是一个花瓣。我们去吸附一下它的水，看到了吗？在这里啊，要吸一点水分，然后我们用雕花的这个去按起来。吸完水分之后就很快的能按起来。好了，我们放于我们的甲面上。放了甲面上之后呢，我们也是不要动的啊，我们也是不要动。然后有一头翘起，有一头按下去，但是不要按得很结实，因为我们还要去摆动花瓣。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二个啊，来做第二个同样大小的球球，同样大小的球球，按出同等大小的小花瓣。不要差异的太大，你可以有稍微的一丢丢的差异，但是不要差异的特别大啊。然后我们去按压它。好，按出来以后呢，我们同样的啊，也是去吸一吸它的水分。我们用雕花笔把它放到我们的纸巾上，来回去吸一吸水分。为什么在这里要去吸水分？如果你不吸水分的话，它是不容易贴合不结实的，好吧？然后我们放上去，好，这两个瓣都不要动，这两个瓣都不要动。接下来我们去白色，啊，纸巾啊，两个作用，第一个是清洁我们的雕花工具，第二个就是去吸水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花的花心啊，我们来揉一个小球，先从小球揉起来，然后再搓出一个圆柱啊，圆柱体，上端呢是细的，下端是胖的。然后我们把它放于我们的这个花心处，好吧？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啊，就用到了这个深蓝色。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花是这样的感觉，包着这个我们的花苞是包着我们中间花心的位置，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一个瓣就要用到深蓝色。那么这个深蓝色呢，要比那之前的一个瓣两个瓣要小啊，所以说我们先揉出小球来以后呢，我们去压啊，我们来回的去压这一个花心啊，来回去压。好，压完了以后啊，我们来吸水分。这个是一个相对于难一点的玫瑰花了啊。然后我们吸完水分之后，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白色的旁边，看到了没有？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去做另外的一个，也是用蓝色啊，也是用蓝色。这一次这个蓝色花心的这个花瓣呢，要稍微大一点，花骨朵对吧？花骨朵啊，这个花心的花瓣要稍微大一点，也是同样的揉成小球，然后去按压一下它，按压一下，按压一下。好啦，来看重点。我这一次我按压的时候，我主要是按压的一边，看到了没有？我后边是厚的，但是我前边呢是薄的，能看出来吧？这个啊就是一个重点啦。好，我们两边过来按压，然后这个地方有一点太往上凸起，我们就稍微的怼一怼它，让它呈现的这个圆润感要好一些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同样的取胶，因为上面已经没有水分了，看到了吗？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好。放上去以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雕花部分。我们用雕花笔去蘸取清水，吸一点点水分。这个操作呢，就有一点点像我们的这个用水彩的感觉啊，用水彩的感觉去吸一点水分。好了，我们接下来往里去怼花瓣啊，往里去怼。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花心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包住了啊？然后这两个花心稍微往里的走一走。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花心同样的去给它包一下。啊，这个花心同样的去给它包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折痕啊，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让它有任何的折痕，给它压起啊，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去给它包起，这样一个小的立体的花心就出来了，花苞的感觉就出来了。花苞的感觉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翻动一下，不要翻动的太多啊，我们你看我的这个雕花笔就稍微的给它翻动一下。好，我们把所有的贴合于甲面的位置给它怼一怼啊，给它稍微的按压一下。好，我们的一个花心这样就完成了啊，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花心的朝向不是你喜欢的，你在这里就稍微的给它摆动一下啊，摆动一下。好，我们把根部去给它压实啊。如果摆动完成后，我们去把根部给它压实。好，这样我们一个花苞就完成。然后去照灯，然后在这里啊，玫瑰花的第一个啊，我们今天这个玫瑰花呢是花心处4瓣，先不照灯，先不照灯啊，先去给它怎样？先去塑形，再照灯。玫瑰好了，然后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以后的每一个花瓣，每一个花瓣啊，一个瓣一次灯。这样就好理解，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雕艺啊，还是以实操为主，所以说重点呢，我们还是看怎么去雕花。好了，接下来我们因为花心呢是2个深蓝色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做第2层的花瓣。
其实这个两个蓝色就是第一层，这个就是第二层，只不过我们的花呢是这样躺着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直接用这一个调好的第一个蓝色去做。我们同样的取一个大一点的胶球放于甲面，然后雕花笔蘸取清水去进行按压，先去给它按压按压呢，然后我们做花瓣的时候，一边是厚的，一边是薄的，怎么意思？有用力去压它，有一边呢，我们就不需要那么的用力了。对吧？然后让我们的花根部分呢是厚实的感觉，然后我们的花瓣部分是轻薄的感觉，好了吧？然后我们接下来量一下来量一下，哎，大体的位置是差不多的，就是长短的位置跟我们的花心的位置的长短位置差不多，我们就把它放上去。好，放上去以后，我们用笔尖儿，用小笔去，用雕花笔去按的时候呢，是按我们的花根部分。好，然后自然而然的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就打开了好了，来我们怼一怼它。让它稍微的有一点点打开能看得清楚是不是？稍微有一点打开。陆老师说了，雕一个瓣照一次灯。好了，那么我们雕完了这一个瓣了，我们先去照灯。照灯的时候照1分钟，宝子们，照灯是需要照1分钟的。然后我们在照灯的同时，也不要浪费时间，对吧？你的顾客在照灯的时候，你也不要浪费时间，你接下来进行给他操作。然后我们取的胶球是逐渐变大的，因为你的花瓣你可以观察一个小花，它里面的瓣都是小的，外面的瓣呢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是吧？等它这个瓣完全开放的时候，那么它的瓣是更大的。所以说，我们也要按照花生长的这个形态来去进行给它操作。然后我在按压的时候，我都是按压到这边，看到了没有？我这边是厚的，我下面的呢是薄的，所以说呢，我是在这样去按压的然后好，这个瓣已经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去吸干水分。如果你觉得你的雕花胶上有水，你就吸水；没有水的话可以不吸。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取上我们的雕花胶取上我们的雕花胶，同样的操作手法，我们也是先去量一下。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运用到了我们之前所学的一半压一半的效果，是吧？一半压一半的效果。好了，那么我们先把根部给它贴住贴住。好，我们接着用雕花笔把根部给它贴合。一半压一半，一半包一半，要么就是顺时针的顺序，要么就是逆时针的顺序。对吧？然后呢，这个瓣呢是这样去走的，所以说我是以顺时针的顺序。顺时针是我已经养成的习惯了，不管是雕艺也好，还是做彩绘也好都是以这个顺时针的顺序。好，我们来接着翻瓣，看到我的雕花笔是怎么做翻瓣的了吗？这样它不就翻出来了吗？对吧？然后一半打开，一半往里收，一半往里收，一半打开然后这个是第二个花瓣第二个花瓣，然后我们完成了，去照灯去照灯。好，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三个瓣。第三个瓣我们再来做的时候，它就开始有层次变化了。那么我们的第三个瓣呢，可以多去取一点我们调的这个蓝色，少去取一点我们的第三个蓝第二个蓝，第三个蓝，然后我们揉搓。再去揉的时候，你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边界线明显的能看出来色彩有叠加。我们接下来清水去蘸我们的雕花笔，去进行一个按压。按压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来观察一下，是不是底部的这个位置比上端的这个位置要稍微的暗一点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效果了底部的位置呢会比上面的位置要稍微的暗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效果。好，来你就可以观察一下两边的颜色，哪边的颜色好看你用哪边。那么露露老师会觉得我这边的颜色好看，那么我就会用这边，好吧？然后我们取上来，因为已经没有水分了取上来，拿出我们的这个小花来，我们放到这个位置。好，只要有一点点贴合就可以。然后我们接下来用雕花笔往里怼往里去怼。然后这个玫瑰花呢，因为它是一个树态感觉的，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雕花笔往里使劲去塞，往里使劲去塞。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打花瓣我们接下来开始往里打花瓣做出这种波浪的感觉来，你的花才生动做出这种波浪的感觉来。好，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是不是它就已经出现这种 S 线条的波浪感来了。然后这个花瓣又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去照灯。好，然后我们同样的操作手法，这一个少取，这一个多取。好，我们进行一个揉球然后你就知道底下呢是颜色深，上面是颜色浅。那么你先去揉第一步的时候你就搓一下，让它的底下的深颜色还是在下面，然后再去揉。这样的话一会儿就按压的时候，它就像这个有层次感了一样。好，我们接下来同样的去按球，用雕花笔去按。
可以看出来它有明显的这个渐变的效果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两边，这边呢是深色的多，浅色的少。我们反过来看一下啊，反过来看一下，它呢是深色的在下面，浅色的在上面。那么我们用呢就是用这一个啊，用这一边，因为这个好看，对吧？这边好看啊。好，那因为我们是要去用这一边的话，我们就这个往花心上去贴合，因为我们是用的是这一边。然后你哪一边看好了，想往花心上贴合，你就哪一边啊，哪一边。然后我们是用的这一边，所以说我们在取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先取上来，啊，先取上来之后，我们是这样的啊，往里去贴合。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先压啊，先压我们的根部啊，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翻瓣儿。我们先把根部给它压实，然后再去进行一个翻瓣处理。也是同样的，给它翻出一个 S 线条来，就是一个海浪纹的感觉啊，海浪纹。然后这个地方你可以用这个笔尖去怼着往里走，看到了吗？这个我的动作挺大的啊，这样去怼着往里走，哎，让它出现一个翻瓣的感觉。有起有落啊，有起有落。好，这样，然后这边就又做出来了。好，接下来咱们照灯。好，接下来我就已经做了2个渐变的了吗？然后我再做第3个瓣。第3个瓣呢是蓝加灰色啊，蓝加灰色。同样的，我们先放在手心上，对吧？然后先去揉一个长条，哎，这个就明显了，是吧？再揉小球啊，揉完长条揉小球。然后我们去揉，然后来看一下，上边是蓝色，中间是渐变色，底下是灰色。好，这一个面好看啊，这一个面好看。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压这个灰色的一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花瓣，我们想要让它的灰色多，对吧？蓝色是根部啦，然后我们就压有灰色的这一个部分。好了，我们在压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压灰色的边缘啊，压灰色的边缘。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边哪个好看呀，我们就用哪边啊。这两边哪个好看，我们就用哪边。好了，接下来我目前来看的话是这边比翻面要好看，所以说我接下来我会用到这一面啊。然后好看的那一面冲向花心，对吧？好，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一面给它贴上去，好看的那一面冲向花心，同样的根部给它贴合啊，同样根部给它贴合，贴合完成以后，我们来给它翻动花瓣。好，我们这个地方收进去了，看到了没有？我们翻出来了这个波浪以后，我们的上边给它完全的贴合住了啊，然后我们下面给它翻大一些，然后这个地方再往里收，然后这个地方是打开的，然后这个花这不就绽放了嘛，对吧？好，我们这个地方再给它稍微的啊，给它修整一下。好，来看一眼啊，这个波浪纹，看侧面的波浪纹的感觉，好吧？好，照灯。接下来我们再做最后2个瓣儿啊，最后2个瓣儿。同样的，我们这个取一点，这个取些，这个瓣儿就大了啊，宝贝们，这个瓣儿就大。好了，我们取完之后，先去按压搓一下，看到了没有？啊，先去按压搓一下，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去揉球，然后再去揉球。好了，这个球我已经揉好了啊，哎，看到了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么我们在压的时候呢，我们是压灰色那一面啊，先去压灰色这一面。好，如果有一点点沾笔的话，你可以现在洗一洗笔，因为笔上有多余的雕花胶了啊。然后你去洗一洗笔，然后再去清水沾，看到了吗？我们多去用点清水，它也是不会有沾的这种感觉的啊。这款雕花胶是金飞老师啊淘了很长时间，我们更换了4、5套雕花胶，最终确定的这一款，非常的好用啊。好，来我们吸水分了，吸水分了以后，因为两边差不多啊，因为两边差不多，所以我们就直接取啊，直接取。好，我们接下来同样的啊，放上去，看到了吗？根部给它压实，好，用雕花笔把根部怼，全部给它压实。压实完成之后，然后我们同样的是一边收，看到了吗？一边收，一边打开。啊，一边收一边打开，然后这个地方呢往上提一提，让这个瓣儿啊整体的把后缘的这几个瓣儿之间全部的给它遮盖住，懂吧？全部给它遮盖住，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去怼啊，然后再往下翻一下也可以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整个的一个感觉啊，能看得清是吧？我们来看一看整个的一个感觉啊，是有一个这种波浪纹的，是有一个波浪纹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照灯啊，接下来照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题都可以发出来，我们一起来进行一个讨论啊，进行一个讨论，大家都能看得清，是不是？好啊，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花瓣了，最后一个花瓣也同样的是这个蓝色啊，这个蓝色来多取一点，然后这一个灰色也多取一点，量逐渐在变大，对吧？好了，我们先去揉成长条，让它融合起来，我们再去揉球。在揉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观察啊。但是你这个揉的时候，你别揉，不能那么揉啊，就揉几下就行。因为你要是揉的太多了的话，它是容易颜色混合的，就没有这个，就像调色一样，它是没有这种层次感了啊，它是没有层次感了。好了，接下来同样的按压，用清水，你看我是用了多少清水，是不是？去按压啊，然后蓝色的是根部，所以说我们根部的位置不用去做过于多的按压，我们就是按压灰色的部分。灰色的部分我们是花瓣，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按压灰色的部分就好了。然后我们来修整一下它的形态，让它是一个圆圆的花瓣啊，让它是一个圆圆的花瓣，给它怼一怼。不要就像饺子皮儿一样的感觉啊，就像饺子皮儿一样的感觉，不要让它过于的曲折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去吸水分。去吸一点水分，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两边的感觉啊，这边好看呀，还是这边好看？然后露露老师觉得呢，这边有点过于平了，过于有点整齐了，那么我觉得是这边好看。那么我们取瓣啊，我们取瓣，取平的这一半，压一下啊，然后我们来怼上去。你看到了吗？我取的是不好看的那一面，好看的这一面呢，我就会让它冲向花心。的位置，好了，我转一下我的这个工具，它就掉下来了啊。然后我们来去放置，好，然后这个瓣我们在按压的过程有一点点大了，怎么办啊？你可以这样去，先把它的底部给它按压上，然后再去这样去怼啊，先把底部全部给它按压上，然后我们再去翻动上来。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就让它开的大一些了，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去捏，这样去捏一下。它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这个效果。好，这个花这不就出来了吗？好，整体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都是往里收的花瓣。那这一个打开了，是不是有一点点突兀啊？有一点点突兀。然后我们这一个去给它往上收一下啊，收一下，整体的给它打开收一下，翻动啊，因为整体的感觉啊都是紧凑的，这个花瓣啊整体的感觉都是紧凑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不需要让它打得太开，看到了吗？我们就让它往里去收一下，收了以后呢，我们同样的也是这样去翻动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花型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去照灯，我们的这种玫瑰花就已经完成了啊，如果你想让它再大一些，你可以再去叠加一层啊，再去叠加一层。好了，这个就完成了照灯。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去你像咱们的这个雕花啊，配这些钻饰啊，配合金的钻饰都很好看。那么陆老师来给大家拿一部分钻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花呢，主要是配个蝴蝶结就行。银色、金色，我们等会儿来配一下。然后尖底钻钻珍珠、钢珠都行啊，都行。然后我们来给大家配视频看一眼啊。怎么去搭配呀？怎么能收在上面去啊？一个小的这个雕艺啊，你要是操作的快的话啊，其实用不了20分钟，一个小花花就给它雕出来了，懂吧？因为我们是2个手同时进行的，所有的时候其实它还是挺省时间的。我们来去对比一下这个好银色的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个金色的。我们再去对比一个金色的，我来看一下哪个好看。那么在这里，我觉得这个金色的很好看，所以说我的金色的就可以放到这个位置啊，放到这个位置去卡。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步骤啊，我先放到旁边，我一会儿先把这个金色放到旁边。还有一个步骤是，你可以再做2个瓣，让这2个瓣呢翻动下来盖住蝴蝶结啊。我再去做2个瓣，我先把钻放到地下去哦，我先把钻收起来，要不然的话是容易咔嚓一下的，是吧？好，来再去做两个瓣，这个灰就有一点点不够了啊，没有关系，一会儿再调一点点。好，来压一下啊，压一下它之后，前缘是灰色，因为我要放其实我做这一个瓣吧啊，我做这一个大瓣来以后啊，我们压出来一个大瓣来以后，好，
我们去吸干它的水分，去吸一下它的水分。上哪儿去了？在我手指头上。好，我们去吸一吸它的水分。哎，没有反光点，就是已经吸收水分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取瓣儿甲面上，然后这个瓣儿放的位置呢是2个瓣儿之间的位置，这个瓣儿大，所以说我们先去压先去压。去压了以后呢，我们去取一点我们的这个，去取出我们的这个蝴蝶结来啊，我们去放一放位置，这个瓣没有照灯啊，宝子们。然后在这里啊，会用到这个大玉胶、免洗粘钻胶这一类的，我们去蘸钻，我都是这样去蘸钻的，我觉得这样蘸的钻呢，它贴起来结实。好，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不要按压蝴蝶结，懂吧？放上去就可以了。放上去，放上去以后，我们接下来翻动花瓣，让这个花瓣和蝴蝶结完全的融合让花瓣和蝴蝶结完全的融合。因为你没有在照灯，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是软的，它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会让你的这个蝴蝶结更结实。那么我们往上怼一怼蝴蝶结，好了，好，不要动了不要动了。然后稍微的给它一做调整，这个地方往外稍微的打开一点，这个地方再提一提就是这么的一个感觉。好嘞，接下来花瓣是不是包住蝴蝶结了？是不是融合在一起？照完灯，这些雕花胶都可以收起来，就是按照你的这个顺序。那你像这个3个蓝色怎么办？这3个蓝色我们就可以，然后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不需要再调胶了，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呢多去调一，然后再等着下一个顾客要做的时候，你直接去取出这一块来，直接给顾客用就行了因为这个雕花胶，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放到旁边，你再去用的时候直接刮出来就可以，放到旁边，这是2个颜色，盖好盖密封好。这个雕花胶你们也不要就是直接的接触光源呀，也不要放到太阳下暴晒因为它是容易变硬的它是容易接触到光源以后固化变硬的，所以说然后用完之后直接密封好，直接放好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好，取出来以后，取出来了这个小花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周围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好看有空隙，然后这个地方呢露着花根，看到了吗？这个地方露着花根，这个地方也是。那么这些地方呢，咱们都可以用钻用圆珠用珍珠去给它进行一个填充，然后也进行一个装饰，整个的感觉就华丽丽了整个的感觉就华丽丽了。好了，接下来我把钻盒拿上来，然后我们接下来用尖底钻。为什么在这里要用尖底钻？来看一下。尖有折射光的胶盖住的，看到了吗？它是可以插到这个花瓣之间的它的接痕会更好看一些。好，我们尖底钻同样的要求，对吧？放一个，这个老师呢是这样是这样往里一戳带出来，我的这个钻底下会有很多的胶我的钻底下就有很多的胶，然后我是这样去放进去的。因为我折的这个花瓣正好的能牵上这颗钻正好的能牵上这颗钻。好啦，都不用去照灯我们先去把钻给它摆好，一块的先去给它摆好。因为为什么要用大力胶？为什么要用免洗粘钻胶？因为它很粘稠，它不会让你的钻到处跑，它是有一定的这个稳定度的有一定的稳定度。所以说呢，这个一片如果你这个胶钻滑落了然后你可以重新的这么去捏住它，重新去蘸胶。好，然后我们把胶滴放上去然后往里，我没有按压钻不要去按压。好了，那么旁边多余的胶怎么办？我们擦掉。处理一定要处理干净，旁边多余的胶擦掉。好了，我们再来看这边，这边同样的也是这边同样的也是，我们取一个钻，这个镊子就要经常擦，要不然的话它是不好用的。取一颗钻用镊子捏住用镊子捏住去蘸胶。好，蘸出来以后先把这个胶丝给它放到里面去，然后再把钻放上。先把胶丝放到里面去，是因为不要让它露着不要让它露着。
好了，我们再把钻去放上去。这个时候我们粘钻通常是能粘得结实，是因为这些小的缝隙它是有余光进去的，余光进去呢就会让你的钻粘得结实。但是有一种合金钻就是很厚的那一种，对吧？它不透光，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水晶粉去代替啊，水晶粉、水晶液，它那个呢照的也是，它那个呢粘钻是很结实的。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不习惯用水晶粉的味道。好，然后看有胶丝了吗？我们先把胶丝垂到我们的这个空隙处啊，垂到空隙处，哎，然后再把钻放上，这样的话就不会弄到哪里也是胶丝了啊。好，我们整个的4周都给它添置完成，接下来我们照灯啊，接下来照灯，然后我们可以找一点那个钢珠啊，找一点那个钢珠。来一点这个样的小钢珠啊。然后因为我们是用的金色，所以说我们可以用金色的钢珠。如果用的是银色的蝴蝶结，你可以用银色的钢珠。配色了是不是？好的，我们取金色的钢珠放在哪里？放在这个空隙处。你看，我边往里走，我的胶是在收缩的，所以说我的胶珠是可以插到这个缝隙里面去啊。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贴上了啊，贴上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需不需要再补充一点点？好，我们添上2个小珠珠。贴完了以后啊，宝贝们，这些东西啊都要及时的收起来。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有空隙处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有空隙处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让我们的这些饰品贴的结实，空隙不要留的太大，你可以补钻，可以补珍珠啊。如果你的这个钻饰类价格不是特高啊，你就补钻；如果你的珍珠类价位不是特高，你就可以补珍珠，懂吧？好。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啊，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但是你像这一个款的话，我们收米大约是在多少米呢？就是我们整版搭配的话，收米怎么也得在300米以上，就是可以配一个啊，可以配一个或者是2个指头。那收米的话，通常这一个指头就要100米啊，100米。然后你再加上乱七八糟的，比如说贴片呢，再加上前置处理结构啊等等等等，一双手最少300米起，对吧？而且才是雕1朵花啊，雕1朵花。如果你给它雕完了花朵以后，你再给它去添一些别的配饰，它是不是价格更高了？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照灯啊，这一个款就完成了啊，这一个款就完成了。这个呢就是玫瑰花，如果大家有雕花胶的宝宝，可以下了课以后去进行一个练习。有不明白的来问我。学的玫瑰花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花心的位置，这个玫瑰花最难是难在哪？就是所有的玫瑰花瓣的翻动啊，这个瓣的翻动怎么翻出波浪线来，它才好看啊。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花心处是比较难的，别的都还比较简单，对吧？就是一半加一半呗，是不是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花心啊，这个是这个花心。然后接下来呢，我再来教大家第2个花心啊，这个呢我就可以不用上手去操作了啊，然后我就取胶大一点来教你们。然后我们这个胶大啊，这个胶大，我们再去用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缩小版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花心我做大了，大家能看得清楚啊，看得清楚。好了，那么我们同样的是先取一个胶球，然后呢，我们去蘸清水，蘸完清水之后去给它做按压啊，去给它做按压。这是另外的一个花心了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花心的感觉了，就是玫瑰花的那个另外的一个花心的感觉。好。我们先去传一个圆片，看到了没有啊？传完圆片之后，我们把它吸水分，放大版放大版，吸一吸水分，因为我手上也有，所以说我就吸一下它。好了，接下来看这一步，都会卷花卷吧？卷花卷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看到了吗？从一边往里去卷啊，然后边卷呢边用笔去给它怼一怼啊，然后再去卷，再去怼，再去卷。再去怼，这样卷下来啊，成了一个圆筒状，是吧？好，我们拿下来，成了一个圆筒状以后，我们只搓一边，看到了没有？我们只搓一边，然后竖起来，这个就是一个玫瑰花的花心啊，这个就是一个玫瑰花的花心啊，然后这个玫瑰花呢，就是这一个是最难的啊，这一个是最难的，然后我们
可以练习练习。然后呢，就会按照露露老师刚才说的玫瑰花的走向问题，一半一半的去绕。然后我们的第一个花瓣要记得啊，是在花心的正中央，第一个花瓣，然后去绕啊，然后去绕，然后这个就是这一个花心的操作手法啊。然后我们可以去练一练啊，去练一练。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教蝴蝶结。蝴蝶结，因为我们这个版呢是有灰蓝色，所以说我接下来会选择一个灰蓝色的假油胶。稍微等宝贝们啊，我找一个灰蓝色假油胶。怎么去搭配才好看呢？啊，我做蝴蝶结之前在直播间的时候，我是有教过大家做那种非常简易的蝴蝶结，两个小圆球一按压就能做出蝴蝶结来，是不是？咱们有咱们的学员宝做出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露露老师来教大家做这个，找一个假片啊，这个假片碎了。稍微一等哈，我们这个假片才碎了，我再来整一个。之前露露老师有教过大家做那个蝴蝶结，就是两个小胶球一按，两边就是一个小的蝴蝶结。今天教的这个有一点点难啊。然后这个蝴蝶结呢是这样的，我们先去涂一个底色啊，先去涂一个底色。然后因为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款啊，所以说呢里面是有蓝色的，我们这个颜色可以选底色是为蓝色啊。这个蝴蝶结你们是想学简单的学难的？我本来我是想教给大家一个难的，但是我觉得万事呢从简单开始，所以我临时决定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会教3个代表性的花型，第一个是玫瑰花，第二个是蝴蝶结，第3个是小熊。我们用雕花胶去做个卡通小熊，然后大家都去练习练习啊，掌握好了练习练习。好，我们照灯啊，照灯。会调焦了的话啊，我们要想想，刚才我们再来叙述一遍啊。我们先去调一个灰色，灰色呢，这个建议是浅灰色啊，浅一点的，多白少黑调出来。然后如果本色颜色你想让它更暗一些，我们就加黑；如果你想让它颜色更亮一些，你就加白。好啦，这个是一个调色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调色以后呢，是可以加灰，让它形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马卡龙色，能懂吧？马卡龙卡龙色啊，就是有一点偏磨砂质感，然后有一点点偏这个莫兰迪那种感觉的颜色，就是不会很艳的一个颜色，不会很艳丽啊，不会很艳丽的这么一个颜色啊。我们就是经常去调焦，你看虽然是12个颜色，但是经过我们自己去调焦使用的话，它会产生出很多的颜色来。这里的话，你就可以结合咱们之前学的如何进行调色的课去进行学习，去进行调色，好吧？因为咱们不是教过吗？胶与胶之间什么颜色与什么颜色能调出什么颜色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那个课程去进行一个调焦的处理啊，调焦的处理。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的时间长了，你看到一个颜色啊，你自然而然习惯性的你就能把它调出来啊，这个是真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调色呢，还是多多的去练习练习啊，多多的去练习练习。好了，我们2层颜色后照灯。这个我们来做一个蝴蝶结，同样的我们也是啊，用到的是刚才还有的灰蓝色，对吧？刚才我不是把它放到了我的小盒子里面吗？好了，我接下来我又要把它取出来使用了。然后就是刚才的这2坨灰蓝色，我调出来的这个颜色啊。好，灰蓝色，原色是什么颜色？原色是这个蓝色，对吧？原色是这个蓝色。然后现在呢，我是把它调出了一个灰蓝色，然后使用啊。还是用到这2个灰蓝就可以啦，这2个颜色非常的洋气，能搭配上我们的这个玫瑰花。然后接下来把调焦棒擦干净以后啊，取胶棒，然后我们取白色，这一个款我们就是白色和蓝色去搭配，好吧？这一个款我们就是蓝色和白色去搭配啊，做一个双色蝴蝶结，双色蝴蝶结，蓝的啊和白的
好，我们用完了之后就及时扣盖子。好了，我们接下来去揉一揉胶。为什么要揉一揉胶？因为它太硬了，而且这个呢是之前2个颜色，对吧？我们去揉一揉呢，让它的颜色更充分啊，更充分融合。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白色不动啊，因为我们手上不干净。如果你去揉白胶的话呢，白胶就容易被污染，就不好看了。所以说我们白色的不动，然后我们用清洁棉片把手给它擦干净，用清洁棉片把手给它擦干净，涂上护手霜啊。这些顺序不要忘记。好，接下来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这个钢化封层，因为我们之前呀那个款是磨砂面，所以说我们那个呢是用磨砂封层，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用钢化封层。封层没太油了，这个地方建议我们是用擦洗封层，如果你们没有擦洗封层的话，你们可以用钢化封层啊，可以。好。整体看一下啊，是否涂匀？这里少了一点啊，整体看一下是否涂匀。好，涂匀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去进行照灯。把雕花棒擦出来啊，擦出来，就是用所有的工具用完以后都擦出来。这样的话呢，你再去使用的时候就方便一些。好了，取我们。大体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胶不多了，那么我们大体呢就是用这一块胶去做，所以我们大体的先去取一块来，好，取一个大的球球啊，取一个大的球球，然后这个球，我来教大家啊，做蝴蝶结最方便的方法，这个球我们可以这样，由圆球搓成长条，然后再去搓2边，为什么？它还跑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一会儿给它按压出来了之后，它是一个菱形片的感觉，懂吧？这样就更简单操作啊，这样就更简单操作，比你先从圆球，然后揉成长条，再揉成这个旗形块的感觉要好。这个呢就更好操作，看到了吗？因为它出来就是一个菱形块啊。先揉球，那么蝴蝶结来了，重点啊，我都是给大家写重点。蝴蝶结，第一个先揉球，先揉球啊。第二，再揉成长条，然后第3就是揉2边，变细后按压成菱角形，就是菱形啊，菱形。好，来我们接着啊去给它按，你看这样去按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你之前如果直接是这种长条去做要好？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这样给它修正修正啊，给它修正修正。然后这边可以往外一点，好，反过去，这边也可以往外一点。这个你看它是不是这个菱形就出来了，对吧？它是不是这个菱形块就出来了？这个是一个简易方法啊，这个是比我学习的时候那个方法要简易，因为我那个学这个的时候，它这个边边老是跑，我就老是弄不好它，所以说我之后呢，我就自己琢磨，要不然这样可以吗？这样也是可以的，只要它出来菱形块就可以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再反过来看一眼，差不多就是这么个形态就可以了啊，差不多是这么个形态就可以。然后我们的纸巾拿过来，去吸一吸水分啊，稍微的吸一吸水分。好了，我们重叠，按压啊，这就是蝴蝶结的一个边啊，蝴蝶结的一个边。好了，我们按压完成之后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雕花的这一端给它取下来啊，放到我们的甲面上。我们来看一下，大体的位置，放上去。啊，这样压一下它就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啊，把我们的蝴蝶结整个的一个弧形给它做出来。为什么我们说雕花胶的蝴蝶结要比饰品的蝴蝶结结实好看？因为它的大小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而且呢，你像它是完全的贴合于甲面，它会更加的结实，更加的牢固啊，更加结实，更加牢固。好了，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雕花笔啊，去把我们下半部分给它按压一下，让我们的这个蝴蝶结的下端能贴合啊，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形状的修整。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瓣呢就完成了啊，这一个瓣就完成了。来看一下啊，好了，我们去照灯。我们以后的课程会陆续的给大家讲解一些更加难一点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会先讲一些简单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取白色的，差不多要跟刚才的那个颜色的球球一样大啊，一样大。我们再来操作一遍啊，我们先去揉球，然后揉长形。
流长型，两端，给它做细啊，两端做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啊，用我们的笔蘸取清水去进行按压，反过来啊，蘸清水去进行按压。这里用的是清水啊，用清水就可以了。按压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啊，这样去操作。两边再给它按压一下啊，两边再给它按压。好了，我们再反过来，同样的两边去做按压。然后再整体去按，我们尽量是做到呢，它薄厚均匀啊，薄厚均匀。好，差不多的这个形态就可以吸去水分啊，吸去水分。好，我们折一下它，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手去辅助啊。好，折一下它，折完了以后，它的另一个瓣啊，就是蝴蝶结的另外的一边。好了，我们完成了，我们接下来放到我们的这一边上。去重合在它上面，看到吗？这个雕花神器就是这样去把胶放上去的。好了，我们同样的啊，往里去压一压它，就是不管是饰品也好，还是雕花也好，你都不要让它超过于两边啊，不要让它超过于两边。然后底部给它按压一下啊，让它完全的贴合于甲面，看到了吗？让它完全的贴合。好了，我们接下来啊，底部按压一下它。好，照灯。看一下颜色啊，差不多就照灯。好，我们接下来再去取一块我们的白色，这是一个双色蝴蝶结啊，再去取白色，也是差不多大小的，和刚才我们取的那个差不多大小，揉成球，揉成球以后呢，揉长条，对吧？揉长条，好了，两端揉细啊，两端揉细，直接不粘手，是不是？这个雕花雕直接就是不粘手，两端揉细。好，我们接下来呢，用雕花笔啊，用雕花笔按压。反过来按压，再反过去啊，就是这样来回的去操作，让它的这个蝴蝶结呢稍微的大一点啊，稍微的大一点，但是会比我们第一个的瓣儿要稍微的小一点，对吧？才好看啊，才好看。好了，我们接着就是按压两侧啦。好，反过来按压。今天我们先教大家做这个卡通小熊啊，陆老师在研究着做卡通的人物啊，所以说以后呢，我们会在下一次课程里面再教大家去做人物。好，好，我们按压出来的这个状态以后，我们去吸水分啊，去吸水分。好，吸完了水分以后，来看一眼，我们是这样去折一下，因为这个白色是没有醒胶的，所以说它很硬啊，它不如那个蓝色的呢要，看到了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啊，去给它做好了这一边的蝴蝶结了。好，我们接下来把它再放上去啊，放上去，直接的压，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往下压啊，我还是用去胶棒。它是有一面大，有一面小，我们把大的那一面放到下面，我们把小的这一面啊放到上面去。好，压实啊，压实它就不容易掉了。好，我们往下去翻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点点高的，那么我们可以往下去压一压啊，往下去压一压。好，我们接下来用雕花笔去进行修形，正形啊，正形。然后用雕花笔把下边的这一层啊给它按压下去啊，按压下去，让它呢和甲面充分的贴合啊。然后这个地方我来给它做一个修整，这个地方呢它多了一块带蓝色雕花胶上，我可以把它修整一下。好，我们去照灯。接下来就是蓝色了啊，再来一个蓝色。蓝色软一些，因为蓝色是经过调胶，它有醒胶的，所以说蓝色呢会软一些啊。我们多揉一会儿，它这两个颜色没有完全重叠。好，圆柱形，然后搓两边啊，搓两头，搓细，两头搓细，然后中间给它按压一下。好，就是这样可以去给它正形啊，正形。反过来，笔上多蘸点清水就可以。按压形态。
我们接下来吸干它的水分。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给它折一下啊，折一下。折上来之后呢，我们用曲胶棒啊翻一下，看一看哪边好看用哪边。那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就用这边就行了。因为我们上面的这一块用太着，所以说我们用的是下面啊，我们按进去。然后老师这个地方不贴怎么办啊？不贴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透明雕花胶啊。但是呢，蝴蝶结不太用，是因为蝴蝶结它附着面积大，它一会儿照干了它就贼结实啊，贼结实。这个地方呢是要用擦鞋封层啊，用擦鞋封层。好了，这个地方我们把两端给它按下去啊，两端给它按下去。好，然后我们修整修整这个位置啊，修整修整这个位置。可以了啊，这样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照灯。这个地方我就用一个原色啊，原色的蓝色，就是没有调蓝色的，没有调灰色的蓝色。我们雕花以实操为主啊，大家就是多去练习。好嘞，我取了一点点蓝色，其实这一块也够了，我用这一块，这一块也够。我刚才我一看它露点一小块，我怕不够。好，我们就直接啊，今天调的胶颜色全部能用得上了啊。我们再去揉球，然后再去揉两边啊，再去揉两边，然后再次去按压。然后教你们正常的那个去做菱形块是怎么做的啊，然后再次去按压，然后去这么去怼啊，去这么去怼，它就是容易跑，所以说我就用这种方法啊。看到了吗？用笔尖去怼怼怼啊，怼出来的这个菱形块。好，这边也是怼怼怼，哎，怼怼怼怼怼，哎，就出来了，是不是？这边也是啊，用笔尖去怼。雕花的话建议不要用新笔啊，雕花建议不要用新笔，因为新笔用着用着也就这样，所以说可以用一点旧笔啊，旧的雕花笔。好，看到了吗？这个就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去怼的那个菱形瓣啊，然后我们来去给它做对折 ，OK 啊，这个小三角就做完了。好，我们再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放上去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压一下，让它贴合啊，让它贴合，再结实一些，然后再用笔去给它抚平啊，抚平。好，然后这边啊做完了这一层了，它是这种感觉的，照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白色的给它做上去，白色的同样的小球啊，多取一点也行。好，给它揉一揉。它里边有一个蓝色啊，我给它遮一下，看到了吗？有个蓝点。好，我们同样的啊，先去按压它。这就是白色，为什么我们要去洗手啊？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啊，因为白色它确实就是容易脏，所以呢，我们要去把手洗干净，我们要去擦上护手霜啊。但是你像露露老师用的这个雕花胶，就是擦不擦护手霜的都可以，因为它完全的不粘手不粘手是吧？能看得出来。但是呢，它有的一些雕花胶，它确实就是粘手啊，还有就是 QQ 软胶，它确实就是粘手。那么呢，我们就是需要用我们的护手霜去油一下我们的皮肤，油完了以后呀，你再去雕印，它就不粘手了啊，要明白。好，放平它，就怼一怼这个尖儿。看到了吗？这样去怼一怼，它就出现这个尖尖了啊。好，这边也是。今天的这个蝴蝶结是比较难的一个啊，几乎是在蝴蝶结当中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操作起来难一些的，但是它出来的效果是非常漂亮的。蝴蝶结，你手雕一个蝴蝶结啊，也比咱们贴一个蝴蝶结感觉有技术一些，是不是？而且呢，蝴蝶结随着你自己要的那个形态是可以发生改变的啊，是可以发生改变的。而且呢，可能咱们在贴一个饰品的蝴蝶结的时候，收米数可能是收20米、30米，但是咱们雕一个蝴蝶结就是80米、100米。那怎么提高客单价？就是从你的技术上去着手，没有别的方法啊。好，我们接下来给它吸一吸水分。
雕翼我觉得今年的话应该会流行起来，因为很多的老师都在雕翼啊。我觉得这边好看，虽然它是有一个蓝色色块的，但是我也是用蓝色色块的这一边吧。好，我们折出来了三角形了啊，折出来三角形了以后，哎，我们把它放在讲页上。这里压一下它，它其实就可以了啊，压一下它，然后往下去放置一下。我这边有一点点大啊，这边有一点点大，比蓝色的这边稍微的有一丢丢大。哎呀，好，我们来修整一下它的形态，把它按下来啊，把它贴住啊，贴住它就结实。这个地方也是按下来贴住啊。趁着还没有照灯的时候，你是可以去修整的啊。哦，压一下它，稍微的一压就行，不用压的特狠。然后把我们的蝴蝶结内部的这个空隙处给它做出来啊。这边也是给它掏一掏。好了，我们接下来可以去照个灯啊，去照个灯。这个如果是你喜欢的状态的话，你直接照灯就行啊。好，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最后的一块雕花胶啊，就是我们今天取的这个胶料，整整好好。哎，我们去搓一个长条，搓这个长条以后，我们轻微的去按压，就是这样的，不要再动了啊，轻微的去按压，不要再动了。然后干啥用的呢？就是中间的那个绑带啊，蝴蝶结中间的那个绑带，就是用它，我们取上来。7点水分取上来，这个白色胶有一点点硬啊，比我们的蓝色胶要硬一些。好，放上去，放上去以后，蝴蝶结的重点3啊，绑带4了，1、2、3、4绑带，绑带两头往里收啊，这个是重点啊，就是蝴蝶结绑带往里去收。好了，怎么往里去收？看到了吗？这两个小圆点点，看到了这两个小尖尖的地方了吗？我们用笔去这样往里怼。好，然后把它压下去，同样这个地方翻折下来，往里去怼，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绑带的一个感觉往里去怼，这个往里去怼，然后修正一下形态。你说老师，这个蝴蝶结绑带它是有折痕的，怎么去操作？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大刀神器，大刀神器来看一下，它上面是有胶的，给它刮一下，它是有刃的啊，它是有刃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用这个刃去割一下它啊，割一下，割出印儿来，就是那个绑带的纹路啦。这个印儿呢，随你自己愿意怎么割怎么割，没有那么多规矩啊。割的它越乱越好看。好了，接下来这个地方给它修整一下形状，修成一个三角形啊，修成一个三角形往里怼。好了，这个地方也是先修出一个三角形来，然后往里压着去怼啊，这样两边，如果你想让你的绑带呢是细小的，你就可以呢往里去收；如果你想让它是宽的，你就可以往外打，都无所谓。然后这个绑带。压一压它，这个地方压一压，这个地方也压一压啊，也压一压。修三角形呢，是为了它更好的往里聚着去收，它好看。然后压一压呢，是让它有一个立体感，因为我们看到蝴蝶结这个地方它都是鼓鼓囊囊的，对不对？都是比较充盈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压一压它。好，然后我们修整出来整个形态了以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去照灯啊。如果这个形态是你喜欢的那个形态，那么你去照灯；如果不是，你就可以再去修一修它。蝴蝶结难就是难在这个绑带这个地方，别的地方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难，是吧？啊，去照灯。然后这个呢就可以搭配到我们刚才的那个小花。然后有的时候呢，在雕花胶上可以涂钢化封层，但是涂上封层以后，它就是亮面质感的；不涂封层，它就是一个磨砂质感。磨砂质感更上档次。亮面质感呢，会觉得就有一点点那个啥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剩下的2个款大家可以自行说白色，你可以像我这样啊，字母贴一个是一个指甲，两是微笑的或者是渐变的，配一点点钻钻，你这一个版就出来了，好吧？这个呢是这2个啊，这个是这2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啊，我们再来做一个。然后我想想给大家搭配个什么颜色啊？做一个小熊，行吧？做一个小熊，泰迪小熊。泰迪小熊，然后我把这个调色盘的胶给它刮一下啊，给它擦出来。然后这里呢，我们也是来给它做一个小熊，整体的给它擦一下啊。好了，我想想小熊什么颜色，来取一点点我们的这个黑色啊，取一点点我们的黑色。直接灰色了，行吧？
直接来个灰小熊吧啊，直接来个灰色小熊啊，取一点黑色，然后取一点白色。我们先去取这一块白，然后我们先去加一点黑，我们来揉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颜色怎么样啊？我们直接做灰色小熊吧。来，我们先去揉，哎，这样一揉，它的胶就变软了啊，它这样一揉，胶就变软了。然后我们再放在调色盘上去揉啊。为什么老师你不在手上去揉了呀？要不然我们这个胶会因为你的体温它会更软，调色盘上它的温度是冷的，所以说呢，我们不想让它的这个温度啊过于的太热，让它过于的变软。所以说我们揉到差不多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调色盘上去揉。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熊料有点少，再来一点啊，料有点少。我们的这罐雕花胶是10克装大罐啊，10克装大罐啊，再接着上手揉吧，用体温去把它软化一下，但是不要让它太软，你要试着它有一点软太了，你就再放在这个调色盘上去揉啊，去揉，尽量呢是体温不要把它弄得太软啊。好，这一块就差不离儿啊，差不多。先教大家雕一个小熊脑袋啊，然后以后慢慢的时候集训课我们再来教大家做卡通呀等等的不一样的画型，好吧？然后我们因为之前的一节雕花课啊，是我们了解了雕花有什么样的，对吧？然后后续的呢，因为都是有雕花胶的，所以我们就会教大家做雕花胶的。那么再往后流行，如果再流行水晶的话，我们就用水晶粉再去教大家做，好吧？好嘞，我们接下来啊，取上一块，我们给它分一分，这一块大一些，这一块小一些啊。大的做什么？大的做熊脑袋，然后这块小的做什么？熊的鼻子。熊的鼻子是不是圆润的鼓起来一块呀？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先去分布啊，先去分布。剩下的这两个做啥呀？剩下的这两个做耳朵啊，大的、中的、小的。然后我们差不多的比例啊。然后这个黑的做什么？黑的做眼睛啊，黑的做眼睛和鼻子。好，我准备一个甲片啊，我准备一个甲片。然后我就把这个拿下来给大家放到这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教大家的一个雕花的内容啊。然后接下来我再准备一个甲片，卡通的甲片，建议大家是用什么样的呢？是用要么圆形啊，小的圆形，要么呢就是方圆形啊，要么就是方形。小的甲片，卡通的甲片啊，因为它比较卡通，比较可爱，所以说我们比较卡通啊，它比较可爱，所以说我们呢在选择型的时候，我们就选择这种可爱的形态。就你像如果我这个小熊本来是做可爱的，我坐在肩胛上，它肯定是不好看的，是不是？我们学习了美甲，我们就应该会搭配啊，应该去搭配一下它。好了，然后我先去，然后擦一下甲面啊，然后选一个颜色。稍一等，宝贝们啊，我去找一个颜色。啊，选了一个灰紫色啊，选了一个马卡龙的紫色啊，选了一个马卡龙紫色，配灰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涂上颜色，这个呢我就涂一层啊，演示一下。然后大家要是做的话呢，可以做2层，然后也可以底下比如说画格纹啊，对吧？然后可以给它做一个版型的设计都行啊。我们主要呢是教大家做小熊啊，所以说我就淡淡的给它涂一层颜色就好了，不要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好了，接下来去照灯。然后我们在照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取下我们的这个雕花胶来啊，然后先去揉，圆圆的小球形态，看到了？圆圆的小球形态，这个我看还是有一点点小诶，再来一点啊，做个小的吧，行吧？做个小的啊，做个小的。小熊图，好了，我们放到旁边备用啊。好，我们接下来给它上黑层。这里要用擦洗封层啊，但是露露老师这边呢就直接钢化封层。擦洗封层的话还要擦浮胶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去照灯啊，照30秒就可以。好，我们接下来会用到了我们的这个
小瓣啊，我们的这一头，所以说我们要去清洗出来啊，要去擦干净它备用。然后还有是什么呀？我们的镊子我们也要擦一下它啊，备用。这是我们用到的这2个工具啊，小熊啊，然后照完灯以后把脑袋放上去，这个我就往上放一放啊，这个我就往上放一放。好，我们把脑袋放上去了以后呢，我们去压一压，稍微的压一压，然后压到是什么个状态呢？就是压到它底部啊，底部是平的。然后呢，我们熊脑袋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圆的感觉，所以说你压的时候就像一个馒头一样。我们山东人啊爱吃面食，就像我们的馒头一样，底部是平的啊，底部是平的，上面呢是一个圆润的这种感觉啊。大家知道馒头吗？不知道的可以上超市看一眼啊。好了，这样啊就是一个圆的，中间不是底部是平的，整个呢就是一个半圆形。然后我们用镊子去捏，能看得清吗？我们用镊子啊，就这样一下一下的去抓捏它啊，抓捏它，整个的这个小圆点我们全部的一下一下的去抓捏啊。是不是对于雕花宝贝们都没有问题啊？是吧？感觉就是挺遥远的，还没有学到这一步啊。其实雕花和别的美甲的技能它不冲突，它是一个单纯的技能，因为我们是就是可以做成饰品也好啊，也可以做成比如说戒指啊，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打板的话，那种相框啊、雕花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它和粘土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的，只不过我们美甲上所要做的呢，就是更加的袖珍一些啊，更加的袖珍一些。它是一个单独的技法啊，它和我们美甲上面的别的都不冲突啊，都不冲突。唯一的呢就是贴钻，唯一的呢就是我们在美甲当中啊，这个贴钻的技巧和它是有所契合的，其他的都不冲突啊。它其实是可以单项的一个项目的啊，可以做。今年2022年雕花应该是会火啊，因为雕花呢有很多的老师都在讲雕花，都在说，如果你自己周围你可以观察一下啊，现在如果过年了以后不忙了以后啊，年前都要忙年，年后不忙了，你可以转一转你周围的美甲店有没有做雕花的啊。如果没有，那么你就把它快速的学会，然后让它成为一个你的亮点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她会拒绝这种美丽的东西啊。你像刚才陆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小花，上手好看啊，很惊艳的呢啊。然后你就可以去推。那么如果你开始练习，你可以不用收米数收的特别高，对吧？但是如果你以后成熟了啊，你可以给自己做个穿戴甲啊，或者是你开店也好啊，或者是你去别的家应聘美甲师也好，你做一个穿戴甲是这种雕艺的啊，人家会觉得你的手艺很哇塞。所以说你可以抓紧练起来，即使你是小白宝宝的学员，你也不要觉得雕花我最后一步再学吧，其实它不牵扯，它不冲突啊，同时进行着练就行了。和别的项目和别的技术，好，来，我们毛茸茸的小脑袋给它抓出来了。抓的时候用力要均匀，抓的时候啊，这个用力要均匀啊，不要就是深一下浅一下的那样不行啊，深一下浅一下那样不行。然后我们多余的这个胶啊，给它粘上去。这个小熊会很结实的，因为你所有的这个附着面全部在这个甲面上啊，全部在甲面上。OK 啊，小圆脑袋就出来了啊，小圆脑袋就出来了，是这种毛茸茸质感的一个感觉啊。咱们再去捏一捏它。把这个感觉你空隙大的地方给它戳小一点啊，戳小一点，抓捏啊，抓捏，也捏也抓，懂吧？并不是戳啊，戳的话我就会说了。好啊，这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啊，咱们先取什么呢？耳朵，对吧？就是第3堆儿。我不是刚才第1堆、第2堆、第3堆吗？我们取第2堆啊，第2堆，我们来揉一个小条啊，揉一个小长条，然后搓啊搓，然后我们用刀啊，中间一割，然后来看一眼，这两边的胶是大呀还是小啊？那放在耳朵上合适吗？我们揉2个小球来瞅一眼啊，1个、2个啊，我们揉一揉看一看大小是否匀称。好，来，宝贝们来看一眼啊，大小是否是匀称的？是匀称的，是不是？啊，好了，匀称的呢，我说过了，我要用到这个工具，是吧？那么成小球了以后，你看到了吗？这个工具一压，它其实就是个耳朵啊。这个工具啊，这样使劲一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耳朵。好了，那么我们把它呢取下来之后，放到我们的这个脑袋上面啊，看到了吧？然后这个不就是一个耳朵吗？啊，然后我们稍微的修整一下形态。小熊的耳朵是圆溜溜的、胖乎乎的啊，圆溜溜的、胖乎乎的。我们去往下怼一怼，好啊，这么一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取第2个胶球啊，第2个胶球我同样的放到纸上去操作，因为这个调色盘它是有一点点发粘的。然后我怼进去。
好，来看一下这个形态啊，两边的这个耳朵的位置啊，好看不好看啊？然后大小怎么样？把耳蜗压一下，耳蜗的轮廓压一下，往里收，走，哎，瞅一瞅两边怎么样？看这个小熊的两个耳朵，这不就是做出来了吗？啊，小熊的两个耳朵这就做出来了啊，做出来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又拿起我们的镊子来了，然后我们再压一压这个耳蜗，我让它更明显啊，再压一压耳蜗，啊，再压一压耳蜗，让它更明显啊。好，我们接下来啊，用镊子去捏毛茸茸的耳朵。捏的时候，我们的内部的这个轮廓不要去动，就是里边的这一个耳蜗的位置不要去动。我们捏的是毛茸茸的耳朵啊，我们捏的是毛茸茸的耳朵，耳蜗不要去歪它，不要去碰它。然后在捏的时候，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再3捏2捏捏一下啊，整体的让它协调起来。这个接痕处啊，整体的给它捏一捏，让它协调起来。也是抓捏的啊，也是抓捏的，并不是说戳啊，也是抓捏啊。有深的地方呢，就多捏几下啊，让它更碎一点。好，来看一下这边的耳朵的毛茸茸的感觉就抓捏出来了啊，抓捏出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抓捏这一边，整体的都是没有照灯的。做这个款整体都是没有照灯啊。脑袋我们也没有照灯，耳朵我们也没有照灯，因为我们用的这个雕花胶呢，它是硬的，所以说它不会变形。你就包括前边你抓出来的是什么状态，它就是什么状态；脑袋你抓出来的是什么形态，它就是什么形态，它不会变形的。所以说这个呢，因为以后要去做鼻子、嘴巴子的那个部分，要去做眼睛、鼻子，都是要镶嵌在雕花胶里的。如果你照了灯的话，它是镶嵌不住的。所以说整体都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写写小熊的重点是什么啊？小熊的重点大家应该都能知道了吧？抓捏嘛，对吧？抓捏就是它的重点。好了，我们整体给它抓捏完成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上方位置的耳朵部分是不是和这个右边的耳朵不太一样。如果不太一样的话，你就再给它细节的找一找啊，细节的找一找。好，整体的一个感觉几乎就是差不太多了，是吧？好了，我们接下来搓熊鼻子啊，搓熊鼻子。然后熊鼻子它是嘴鼓起来一块，所以说我们这个熊鼻子啊，给它稍微的啊揉一个小球，看到了吗？揉一个小球啊。好，稍微的按一按，按个1-2下就行，然后把它放于我们的这个，看到吧？头顶上啊，然后再去给它按一按啊，按一按，就是头下面部分啊，头的下面部分。好了，我们的这个位置定位好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黑色的了。黑色我们也是先去揉一个长条，就像包饺子一样，我们先去揉一个长条，然后揉完长条以后啊，来，接下来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不要。为什么？因为这块粗细不一样，对吧？这个不一样，然后从这边开始，1、2，先去取这2块啊，先去取这2块，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2块是干啥的？这2块是做眼睛的，我们稍微的给它揉一揉，看一看啊，我们揉一揉看一看，两个眼睛大小怎么样？一个大一个小是吧？那我们再去取一块贴上去，这两个眼睛一定是一样大的啊，这两个眼睛一定是一样大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块就可以用了，这一块整个的吧都能用得上啊，因为最下面是嘴巴啊，最下面是嘴巴。这个小熊，哎呀，好，然后这一块雕花胶我们就可以放起来了啊，不用了，就放在小盒子里。然后我们来搓3个雕花胶的小球球，准备一个我们的清洁棉片啊，放到这里备用。然后我们先去搓，不要粘一起啊，先去搓，然后先去搓一个小圆球，看到了吗？好，搓出来了之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棉片上，我们再来去搓另外的一个小球，搓完以后我们把它放到棉片上，然后这个其实这个样子就挺好看的，是吧？就是怎么搓的呢？就是先去搓圆啊，先去搓圆，然后稍微的给它滚一下就好了啊。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棉片上。好啦，这个就是小熊的眼睛啊，鼻子，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小熊的眼睛和鼻子啊，上面2个是眼睛，下面的这一个是鼻子。好了，我们接下来去照灯，先去照啊，先去照。
好，我们照灯啊，先去照灯，然后照灯30秒，其实就固化完成了啊。我们把它拿下来。好，我们接下来啊，先去取眼睛，用镊子去取眼睛，放到我们的这个位置啊，先去取眼睛，往下去按压。这个也是啊，这个眼睛也是取上来。哎呀，丢了啊，丢了，再来做一个吧啊。然后这个鼻子呢是放到这儿，往里去按，往里去按，看到了吗？鼻子往里去按，眼球往里去按啊。然后那个眼球再来给大家揉一个啊，揉一个，蹦掉了啊，因为它硬。放上去啊，放上去，绕30秒，一固化就行了啊。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把这个鼻子的位置给它按压一下，然后我们用镊子，尖头镊啊，然后给它做一个我们的这个，你可以这样去捏，你也可以这样去啊，用这个尖头去给它压一下它的嘴，先去压啊，先去压。好，压完之后啊，我们把我们的这整体都是没有这个眼睛调皮啊。好了，我们放上去，往里压一压啊。好了，这个眼球是稍微的比这个眼球大啊，因为它没有这个对比的，差不多也看不太出来是吧？好来啊，我们一个手法，再把熊的这个嘴巴的部分再给它捏完以后照灯啊，捏完以后照灯，这个地方再给它捏出来。然后边捏边去做嘴巴位置啊，边捏边去做嘴巴位置，然后整体给它捏一捏。接痕处的地方，接痕处的地方给它捏到融合啊。接痕处的地方，你看这个鼻子这个地方有接痕处，像脸的地方有接痕处的地方，你给它捏到融合。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接痕处的地方你给它捏到融合。哦，然后我们正面来看一眼啊，正面来看一眼。整体的这个小熊的感觉出来了啊，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小熊啊？然后细节给它找一找，嘴巴的位置细节再给它找一找，因为你捏的时候，它的嘴巴形态是不是就会有所改变？所以说你捏的同时，你也要去给它找一找嘴部的形态。有的地方你是可以去戳一戳的，因为有的地方你地方太小，抓不到捏不到，那么你就可以稍微的戳一戳，然后修整修整它整个的一个形态啊，修整一个整个。好了，接下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小熊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来写一写小熊的啊，小熊的形态。第三个小熊，小熊呢我捏抓捏啊，然后全部不照灯，全部不照灯，是吧？单独做鼻子、眼睛照灯，然后放于熊头位置上。哎，然后第四个，注意嘴部位置，嘴部位置啊，嘴部位置。好，这个就是这三个花型的重点。其实呢，我们笔记呢只是辅助大家去记忆的，我们可以呢就是正常的去操作一下啊。这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来教给大家的啊3个视频。那么如果你有小的那种蝴蝶结，你也可以把它照到我们的小熊上面。来，我给大家就不粘了啊，我给大家就比一下。如果你有这种合金的蝴蝶结的话，你看像这种小的蝴蝶结，你完完全全的可以给它搭配得上啊。你看，像这种小的蝴蝶结，大家可以完全的这样去给它粘上去，你的这个小熊就是华丽丽的，对吧？就是华丽丽的啊。然后去这样给它粘上这种小的蝴蝶结就可以了。这个小熊的话是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好操作的，对不对？你也可以搭配上格纹呀一系列的这种图案去进行搭配。好了啊，这只是我教给大家，你可以去搭配视频。好了，那么今天的这3个指甲呢，就是露露老师教给大家的3个雕花的课程。